特朗普说呢，希望在4月6号前达成停火协议。由于美国现在国内压力日渐增加，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特朗普急于退出战局，他的底线也在不断的降低。说，就算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立刻恢复正常的通航，也可以停火。还对没有帮着他一起打伊朗的盟友们说，想要石油呢，可以从美国买，我们有的是，或者鼓起勇气自己去波斯湾那里抢。美国现在的优先级已经不再是必须彻底打通霍尔木兹，而是先把这场仗收住。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它背后呢，其实说明一件事儿：美国已经不想再独自承担维护霍尔木兹秩序的全部成本了。美国想抽身，或者至少想让别人一起分担。另外一边呢，伊朗议会正在积极地讨论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法案，把现在这种事实上的控制变成一种长期的新秩序。但是根据国际法，像这种天然的海峡是不能收费的，所以从法理上来讲，伊朗这个动作是有很大争议的。但伊朗呢，现在不是在和你讲法理，它是在和你讲现实的控制权。伊朗说自己已经实际控制了，而且还为维护海峡的安全支付了巨额的成本，所以理应收费。大家要知道这种仗打到最后，拼的从来不是导弹和航母，还拼的是油价、通胀、选票、民生成本。而现在呢，油价已经给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压力。3月份，布伦特原油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月度涨幅之一。市场对2026年布油均价的预测已经从2月份的63.85美元直接上调到了82.85美元，涨幅将近30%。这不是情绪的波动而是实打实的全球定价中枢被抬高了。而更讽刺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直觉：特朗普要是不折腾，霍尔木兹可能本来更安全。所以，伊朗口中的安全成本，并不是说他原本在做一个中立的公共服务，而是说我现在已经把这里变成了高风险地带了，谁想过就得接受我重新定义规则。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缘政治博弈，最后呢，都不是在卖安全，而是在卖不要更危险。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接下来半个月内真的出现了事实上的停火，那这场仗到底谁赢谁输呢？我的判断是，美国肯定是没赢，甚至可以说美国现在最想做的事儿不是宣布胜利，而是赶紧止损，因为它没有彻底的解决霍尔木兹的问题，油价却已经被打上去了，全球通胀预期被重新点燃。如果最后美国自己先收手，那就等于他花了巨大的军事、外交和政治成本，却没有换来一个干净利落的结果。伊朗算是小赢，但也不是大获全胜，因为伊朗并没有把美国赶出中东，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力量格局，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儿：哪怕打不过你，他也有能力把全球的能源命门捏得让所有人都难受。如果美国最后真的先停手，而伊朗却成功的把霍尔木兹部分控制、部分收费、部分筛选通行这套现实保留了下来，那它就等于把一次暂时的操作变成了一个长期的筹码。对伊朗来说呢，这就不算输了。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理论上是高油价的受益者，但是前提是你得运得出去。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被卡，哪怕不是完全封死，只要运输效率下降，保险费用飙升，船东不敢来，买家转去抢别的油，那这些国家表面上油价更高，实际上他们的销量、节奏、信用和交付都会受损。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最近就直接把任何限制霍尔木兹通行的行为称为经济恐怖主义。这话虽然说的有点重，但说明他们是真的着急。因为东亚本来是最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地区之一，现在呢，亚洲买家已经在加速去全球的别处抢油了，欧洲和非洲的现货市场也因此被抽紧。特别是像日韩这种高度依赖进口制造业又高度吃能源的经济体来说呢，这不是单纯的加一点油费了，而是他们整个的工业成本链条都要被抬上去了。而他们的能源体系本来就脆弱，前几年呢又刚被能源危机教育过一遍，现在最怕的就是再来一次输入型通胀。IMF 已经警告，中东冲突会推高价格，压低增长。很多国家既要面对高能源的成本，又没有太多的财政空间继续大规模的补贴。而中国和印度呢，体量大，调配能力强，特别是中国在供应链、储备和政策缓冲上都比很多国家更能扛。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扛得住不等于没有代价。
油价中枢一旦从年初预期的60多美元被抬升到80多美元，那么整个运输、化工、制造、出行成本迟早都要层层传导。因为只要全球能源价格被抬高，那像俄罗斯这种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账面上会更好看。他不需要亲自把战场扩大，只需要看着别人把供应扰乱，高油价自然就会给他送钱。这个逻辑很残酷，但是也很现实。从长期看呢，以色列和伊朗的梁子显然没有完，就算这轮出现了停火，也更像是一段间歇，不像真正的结束。对于以色列来说呢，眼前是否达成了某个战术的目标，和未来会不会进入更漫长、更反复的消耗，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接下来油价会怎么走呢？如果未来半个月内真的出现了事实上的停火，油价会快速的回落，因为现在油价里面含了大量的战争风险溢价，只要风险边际缓和了，价格呢就会先吐掉一部分的情绪泡沫。但是我认为真正值得普通人警惕的，不是油价会不会从120掉回到90，而是这一闹之后市场已经不再相信中东能源通道是低风险、低成本，可以随时恢复正常的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哪怕是短期的油价回落，长期均价的锚可能已经被抬高了，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均价一抬，说明全球在重写成本预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为这次事件买单。战争一旦打到能源通道，最后买单的人从来不是那些坐在地图前下命令的人，真正买单的是加油的人、坐飞机的人、买菜的人，是工厂、是物流，是每一个觉得我们离中东很远，这件事儿和我无关的普通人。最近呢，中国的3大航空公司呢，已经在财报表态里面明确提到了，燃油成本上升正在侵蚀利润。燃油支出最高可以占到运营成本的38%，这说明什么？说明成本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那至于有的网友提出民航燃油附加费先涨5倍之后又被撤回，这则消息呢，如果确有其事，那背后大概率是一种政策层面的缓冲。国内有些成本已经来了，但是未必愿意让第一时间呢传导到民生端。这当然也算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它不会改变就是成本并没有消失，只是有人先替你垫着了。中东这场仗如果在未来半个月内停下来，美国呢算是止损，伊朗算是小赢，海湾产油国和东亚进口国最难受，欧洲也不好过。俄罗斯是表面上的账面受益者，而普通人呢，终究会在未来几个月的一张张账单里面，慢慢的感受到这场战争留下来的后遗症。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